我是一只章鱼间谍，在我的身体里藏着一台摄影机器，研究人员把我投入海底，目的是为了记录椰子章鱼的生存策略。在这片几乎没有遮挡的海底沙地上，任何鱼类都能咬上它一口，所以它活下去的第一件事不是逃跑，而是藏匿。它能随意改变自己的肤色，和周围环境相匹配，皮肤纹理也能鼓起沙子般的颗粒感，而且每条腕足都可以进行独立决策，就连随水流晃动的海草都能被它模仿得惟妙惟肖。一旁的比目鱼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将腕足收拢到身体一侧，轮廓贴近沙地，来模仿比目鱼的泳姿。但不巧的是，这是一只正在寻找异性的比目鱼，它差点就现身于此，还好及时停了下来。我在沙地边缘跟了它许久，镜头对准它的每次伪装，我以为这就是我的全部记录，然后离开，直到它第一次朝我走来。这一次它几乎完全复制了我的外形，紧接着两只腕足缓缓爬上了我的外壳。这不是抚摸，而是读取，它在确认我的材质和反应是否安全。在海洋里，信任从来都不是拥抱，而是允许靠近。突然，我的传感器捕捉到了异常的扰动，一种大型掠食者正在接近。黑鳍鲨，它扰动的水流就像黑暗里先响起的脚步，椰子章鱼也能感受到。它现在必须藏起来并停止移动，因为水里留下的扰动就像路标，动得越多就越像活物。虽然我也会动，但我并不是生命体，没有气味，通常不会成为他们优先锁定的目标。它钻进了一节竹筒，可竹筒的入口是开放的，这里并非理想的藏身之所，黑鳍鲨还是可以发现它。嘿咻嘿咻嘿咻，我顶起半个椰壳来到它的身边，它理解了我的用意，接过了椰壳。椰子壳和竹筒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庇护所。黑鳍鲨掠过，并没有发现它的存在。它等到水流的扰动变小，才慢慢走出来，对我进行抚摸，像是一种感谢，亦或是把我当成了一种工具。而硅基生物和碳基生物的友谊也在逐渐加固。现在的它必须离开庇护所，去寻找食物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它并没有丢下椰壳。在半路上，它又发现了一个贝壳，这样一来，在危险来临的时候，它就能将自己藏在其中了。与此同时，一场海底风暴正在逐渐加剧，躲藏在椰子壳中很容易被强流带走，他必须找到一个更稳妥的藏身之处。最终，他把自己藏在了麻袋之中。但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因为设计的只有前进和后退，所以只能随波逐流。而看见这一幕的椰子章鱼竟离开了为他提供庇护的麻袋，转而捡起了椰壳和贝壳。他径直来到我身旁，伸出腕足将我抓了回来，并牢牢地将我固定在了他身边。